大家好，我係市場先生。今日要分析嘅公司係1508中國再保險。中國再保險公布咗舊會計準則下2024年頭9個月嘅經營數據。不過大家要明白一點，呢一個經營數據係採用舊會計準則嘅，而公司2024年嘅中期業績係採用新嘅會計準則，所以呢一個經營數據只能夠作為一個業績趨勢嘅參考，係唔能夠用嚟計算公司整體第三季嘅業績。開始呢集影片之前，希望大家幫忙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如果能夠按超級多謝 Fans 給予實質嘅支持，咁就更加好啦。大家幫忙支持我哋嘅頻道，我哋就可以有更加多嘅資源去製作高質素嘅影片。另外，我全部嘅分析文章都擺喺 Patreon， 目前已經有超過270篇文章，而且每日都喺度增加緊。希望大家訂閱支持我嘅 Patreon， 衷心感激不盡。2024年前9個月，公司喺舊會計準則之下嘅合併淨利潤同比係增長咗 18%， 達到62億人民幣。公司解釋係由於承保業績同埋投資收益嘅改善，尤其是投資組合中比較高比例嘅 FVTPL 嘅權益投資，令到公司喺9月份股市大升嘅時候係獲利豐富。中國再保險主要有3大業務，第一係財產險再保業務。2024年第3季財產險再保險嘅業務保費收入下跌咗 15% 至到103億人民幣，主要係受到內地政府而家財政緊絀，導致相關嘅農業險業務下跌。第3季度綜合成本率同比上升咗 3.5 個百分點至到 100.4%， 所以第3季度嘅淨利潤同比係下跌咗 47% 至到 3.19 億元。不過財產再保險嘅業務整體嘅綜合成本率喺前9個月仍然維持喺 98.7%， 相對穩定嘅水平，表現其實亦都算唔錯嘅。第二個業務係壽險再保險業務。2024年第3季壽險再保險業務嘅保費收入同比增長咗 28%， 有200億元，盈利就由去年同期嘅淨虧損1000萬元轉為淨利潤 2.55 億元。管理層解釋主要有3個原因。第一係短期保障型嘅賠付率有所改善，第二係減少咗虧損嘅長期儲蓄型，第三係投資收益嘅改善。中國再保險嘅第3個業務係財產險嘅直保業務，公司靠持有 64.3% 嘅大地財險嚟到經營財產險嘅直保業務。2024年第3季保險收入同比增長咗 2%， 達到114億元。2024年嘅前3季綜合成本率同比改善咗 1.1 個百分點，達到 99.35%。雖然全國直接經濟自然災害損失同比增加咗 5%， 但係受惠投資收益表現比較好。第3季度嘅淨利潤同比增長咗 32%， 達到 2.94 億元。咁總結嚟講，中國再保險2024年前9個月嘅經營數據表現係唔錯嘅。咁呢度再講點樣分析中國再保險呢間公司，最重要係睇業務嘅核心指標，就係每個業務板塊嘅綜合成本率。咁我哋分別嚟睇中國再保險嘅3大主要業務。第一係財產險再保險業務。中國再保險嘅財產險再保險業務又再分為3個細分板塊，分別係國內嘅財產險再保業務、國外嘅財產險再保業務，以及公司喺2019年
收購嘅英國僑社業務。首先我哋睇國內財產險再保業務，最重要係睇綜合成本率，即係呢幅圖紅色嗰條線。咁我哋可以睇到中國再保險嘅國內財產險再保業務表現一直都比較平穩嘅，紅色嗰條線都能夠維持喺100% 以下。100% 以下嘅綜合成本率係意味承保有利潤，即係話只要你有保費收入，承保就賺錢啦。跟住再睇國外嘅財產險再保業務，亦都係睇紅色嗰條線。國外嘅財產險再保險業務表現好唔好，就係要睇綜合成本率，紅色呢條線就可以知道啦。咁大家可以睇到紅色呢條線係持續向下嘅，意味個業務係持續改善，表現都唔錯。事實上，國外嘅財產再保險業務綜合成本率由超過100% 持續改善到100% 以下，意味佢係由承保虧損改善到承保有利潤。跟住睇僑社業務，從綜合成本率，即係紅色呢條線可以睇到，自從公司收購咗僑社之後，經營表現係越嚟越好嘅。2024年上半年綜合成本率只有 87.22%， 而2023年嘅綜合成本率更加只有 81.88%， 意味每100元嘅保費承保利潤高達 18.12 元，咁僑社就成為公司可以生金蛋嘅母雞啦。第二個主要業務係壽險再保險業務，公司嘅人身再保險短期保障型嘅綜合成本率亦都係持續改善嘅，意味承保盈利能力持續提升。最後係睇公司嘅財產直保業務，從紅色呢條線大家可以睇到，佢長時期係喺 100% 以上，意味公司嘅財產直保業務長期都係處於承保虧損嘅狀態。不過自從今年上半年開始，大家從紅色呢條線可以睇到，綜合成本率已經改善到 100% 以下啦。呢個係非常之令人鼓舞嘅現象，意味公司嘅財險直保業務承保已經由虧損轉為承保有利潤啦。大家分析財險公司最重要係睇綜合成本率，只要綜合成本率係低於 100%， 咁咪意味賣越多嘅保單，收越多嘅保費，承保利潤就會越多。呢個係靠負債端賺錢。咁由於中國再保險旗下三大業務嘅綜合成本率都已經係做到 100% 以下，意味佢三大業務都係能夠做到承保有利潤。未來只要保費有增長，咁佢嘅承保利潤自然都會有增長。呢一個趨勢係意味中國再保險已經成為保險股嘅消費股，靠負債端賺錢。咁今日對中國再保險呢間公司嘅分享就到此為止，將時間交俾徐立賢先生。大家好啊，咁今個星期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陸續出爐嘅美股機構投資者報告啦，13F 啦。咁呢個 13F 報告咧就係外界了解華爾街投資風向一個最重要嘅渠道啦。因為根據美國證監會 SEC 嘅要求啦，管理股票資產超過1億美元嘅股權資產機構咧，其實佢都需要喺每個季度結束後嘅45日之內咧，向 SEC 咧提供翻自己持有嘅美國股權同埋有關資金嘅流向，咁就即係所謂 13F 嘅報告啦。咁我哋先講下即係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啦，喺第三季度嘅美股嘅持倉啦。咁最新嘅總值咧就係177億美金啦，環比咧其實下滑咗 8% 嘅。咁而家橋水最大嗰5個倉位咧就分別係呢個標普500指數 ETF IVV 啦，核心 MSCI 新興
市場指數 ETF 就係 IEMG 啦，咁另外就有 Google 啦、Nvidia 啦，另外就係 Spider 嘅標普500指數 ETF 啦、SPY 啦。咁其中咧喺第三季度咧獲得呢個橋水增持咧就只有兩隻嘅標普500指數 ETF 就係 IVB 同埋 SPY。咁喺第三季度入邊咧，橋水基金似乎對科技股嘅態度咧亦都有啲分化啦，因為咧該基金咧其實就增持咗呢個超微電腦 SMCI 啦，同埋呢個蘋果、高通等嘅科技股嘅。咁但係咧佢嘅重倉股啦 Nvidia 啦、Google 啦就遭到拋售。咁啊，持股量咧，亦都較上季咧減少咗，分別係減少咗27.5% 同埋3.5% 嘅。另外咧，從持倉個價值變動嚟講咧，橋水咧亦都增持咗呢個半導體公司啦、Lam Research 啦，同埋呢個嘅電力公司啦、Constellation Energy 啦。咁另外咧，減持金額居前嘅咧就有呢個嘅 P&G 啦、Walmart 啦，同埋呢個嘅 Johnson & Johnson 嘅。咁至於呢個傳奇嘅投資者啦 Stanley Druckenmiller 咁佢喺第三季度嘅持倉咧總市值咧就去到29.5億美元，咁就較上一季度咧就增加咗3000萬美金嘅。咁喺嗰個交易變動上咧，該基金咧其實就新開倉咗33隻個股啦，咁啊增持咗11隻個股，咁亦都減持咗20隻個股，亦都清倉咗22隻個股嘅。咁而其中啦，佢前10大嘅持倉咧，佔佢嘅倉位咧就係 62.6%。咁而呢一個季度咧 Stanley Druckenmiller 咧繼續去加倉佢嘅頭號重倉股啦，就係呢個臨床基因測試公司Natera 啦，咁啊增持咗159萬股，去到357萬股。咁咧就個倉位咧亦都較上一個季度咧增加咗80% 嘅。咁而Coupang咧就成為咗呢個第二大嘅持倉啦，咁啊而家個倉位咧環比亦都增長咗 6.6%。咁除咗大幅增持個 Natera 之外咧 ，Stanley Druckenmiller 亦都買入咗呢個嘅煙草巨頭啦 Philip Morris 嘅個股啦，咁啊較上一個季度咧亦都增加咗 27.6% 嘅。咁另外啦，Stanley Druckenmiller 咧亦都新買入咗呢個嘅博通啦，同埋呢個多間嘅銀行股，同埋一啲嘅地區銀行股嘅 ETF。咁另外咧，亦都加入咗一啲醫藥股。咁同時咧，亦都清倉咗新聞集團啦，同埋個電信嘅服務公司啦 ，Liberty Global 啦。咁喺新開倉嘅地區銀行啦，同埋一啲 ETF 之外咧，兩隻新加入嘅醫藥股咧，就係呢個 Teva 嘅 Pharmaceutical 啦，同埋呢個 Verona Pharma 啦，兩間醫藥股公司。咁另外咧減持嘅股份咧，亦都有Vistra Energy 啦、微軟啦、Kinder Morgan 啦、MAA 房產信託啦，同埋呢個 Zoom Info Technologies 嘅。咁至於咧，曾經喺9月啦，豪言話要買入一切中國相關資產嘅對沖基金經理啦 David Tepper 咧，咁佢喺第三季度嘅基金咧，中國嘅倉位咧，又係比上一個季度咧增加咗12個百分點，就去到38%。咁雖然佢減持咗大約5% 嘅阿里巴巴嘅股票啦，咁亦都減持咗百度啦、中國嘅大盤股 ETF FXI 啦、中概互聯網指數嘅 ETF 啦、KWEB 啦，咁但係咧佢就增加咗1倍嘅拼多多嘅股份，同埋亦都增加咗部分嘅京東啦，同埋貝殼嘅持倉嘅。咁而截至到9月底啦，減倉咗之後嘅阿里巴巴咧，依然係佢頭號最大嘅倉位嚟嘅，咁啊佔佢整體嘅倉位16% 啦。總體嚟講啦，咁 Tepper 喺呢個季度對於中國股票同埋 ETF 嘅投資咧，都算係有增加嘅，因為整體嘅倉位咧由上個季度26% 咧增加到38%，咁就對應咗今年9月啦，佢就公開講過話中國股票就比美股便宜好多啦，咁啊加上中國推出嘅寬鬆嘅政策咧嘅力度超乎佢嘅預期啦，咁所以佢亦都講到咧，接下來會增加中國股票嘅投資嘅持倉。咁而另外一位對沖基金大佬啦，就係個 Bill Ammon 啦，咁佢嘅基金喺第三季持倉咧總值就129億美金啦，較上一個季度咧嘅市值104億美金咧，環比係增加咗24% 嘅。咁喺第三季嘅持倉入邊咧，新
增咗2隻持股啦，咁另外增持咗3隻股份，咁就冇股份係清倉嘅，但係減持咗3隻個股。咁而前10大嘅持倉咧，佔佢嘅總比重咧係高達 99.95% 嘅。咁喺第三季度入邊啦，咁佢就加大咗增持咗嘅加拿大投資公司啦 Brookfield 嘅股份啦，咁啊持股數量咧增加咗接近4倍，咁去到3270萬股啦，佔佢個投資組合嘅市值咧由 2.73% 咧就激增去到 13.36%， 咁啊成為第一大持股啦。Bill Ammon 喺第二季已經披露過咧就買入咗呢個 Nike 之後咧，咁喺第三季度咧就繼續加倉，咁最新嘅倉位亦都增加咗5倍。Bill Ammon 咧亦都增持咗呢個210萬股呢個嘅 Seaport Entertainment Group 啦。咁呢間公司主要就喺呢個美國紐約同埋拉斯維加斯嘅地區咧，就從事個房地產同埋一啲娛樂項目嘅開發同埋營運嘅。咁呢間公司咧就喺今年8月嘅房地產開發商啦，呢個嘅 Howard Hughes 分拆出嚟。咁喺減持方面啦，咁佢嘅基金咧就減持咗呢個度假連鎖酒店啦 Hilton 啦，持倉咧就減少咗 17.7%， 咁但係依然係佢第二大嘅持倉嚟。咁另外佢亦都削減咗呢個 Burger King 嘅母公司啦 QSR 啦，咁另外亦都減持咗呢個鐵路營運商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嘅股份。咁但係減嘅倉位就好少嘅啫。咁至於萬眾矚目嘅股神巴菲特咧，掌管嘅巴郡咧喺第三季度嘅持倉咧就總值2660億美金啦。咁較前一季度咧嘅2800億美金咧就有所減少。咁前10大持倉咧佔佢嘅投資組合嘅比重咧依然係高達90%嘅。咁根據翻佢嘅持倉數據顯示啦，蘋果依然係佢投資組合入邊最大嘅持倉啦。咁持有3億股，總市值咧就高達699億，佔佢嘅投資組合咧 26.24%。雖然咧蘋果繼續係佢嘅持倉嘅首位啦，持股嘅數量咧其實已經較上一季咧再減少咗1/4噶啦。咁而美國運通咧而家就晉身佢嘅第二大持倉啦，咁持有大概 1.52 億嘅股份，咁總市值咧大概係411億，咁佔佢嘅投資組合咧 15.44%， 咁同持股嘅數量咧就同上一季度冇變動嘅。咁而美國銀行咧就雖然位列第3啦，咁但係巴郡對佢嘅減持幅度咧已經接近 23%， 截至到季尾。即係上季尾9月尾為止啦，其實個持股量咧已經係降到去 11.88%。但係要值得注意嘅地方就係咧，其實大約10月之後咧，巴郡係繼續減持咗美國銀行嘅股份嘅，咁所以咧其實已經咧係降到去 10% 以下一個關鍵披露嘅門檻之下噶啦。喺最新嘅操作入邊咧，巴郡咧就買入咗2個新嘅股份啦，分別就係呢個嘅 Domino Pizza 啦，同埋呢個 Pool Corporate 啦。咁就不過咧，呢2支股份嘅買入咧，可能係同佢2個承繼者有關嘅，因為咧其實買入嘅股份金額咧，其實都係10億以下，咁就似乎就唔係巴菲特嘅主意啦。巴郡亦都清倉咗呢個 Ulta Beauty， 較為值得注意就係，因為呢個 Ulta Beauty 咧，其實喺上一個季度，即係第2季度咧，先係新買入嘅股份嚟嘅啫。咁總體嚟講啦，咁13F 嘅文件咧就有助於了解呢個大戶喺最近一個季度嘅操作啦，咁從而可能會得到一啲投資嘅啟發。但係咧記得抄功課之餘咧，亦都要做好自己功課先去投資咯。咁最後，如果你對美股有興趣，又想閱讀更加多美股嘅分析文章，當然亦都可以睇我嘅 Patreon 啦。咁最後亦都感謝大家耐心嘅聆聽，咁我哋下周再見。呢一集嘅內容繼續係咁精彩，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頻道。非常多謝徐立賢先生，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請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如果能夠按超級多謝 Fans 給予實質嘅支持，咁就更加好啦。另外，希望大家訂閱支持我嘅 Patreon，衷心感激不盡。多謝大家嘅支持，再見。